电器上面电容坏的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它坏了以后呢，我们没有一模一样的型号，那么怎么来代替它呢？还有就是这么多的型号电容，哪些电容需要区分正负极呢？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们来看，首先像这些电容呢，都是 CBB 电容，我们看这些，还有这个黄色的，这个也是。这些 CBB 电容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不需要区分正负极。你别看这个电容上面这两条线颜色不一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随意往上面安装就行。再看一下这个微波炉上面使用的高压电容，像这种电容也不需要区分正负极，安装的时候也是一样，随意往上面安装。还有就是这个电容也是一样的，随意安装。像这种电解电容在安装的时候就要区分正负极了。我们来看，它两个引脚上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一侧带这个白杠的，对应的这个角它就是负极，另外一侧它就是正极。这个电容也是一样。还有这些电容，我们来看，像这种低准电容，这种小绿色的，这种也是电容，这些电容都不需要区分正负极。还有这个磁片电容，它也不需要区分正负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贴片电容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，它也是不需要正负极的。我们再来看这边这是固态电容，这种电容安装的时候是要区分正负极的。你来看，这边有标注的这一侧是负极，没有标注的这一侧是正极。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好正负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解电容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，不管是哪种电容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没有一模一样的型号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的标注。你看这个电容是一个450伏270微法，450伏是说它的耐压值不能超过这个电压，如果超过这个电压以后呢，这个电容就可能会爆。270微法是它的容量，我们在选择这个电容的时候，这个电压不能低于它，如果低于它的时候呢，用的时候它就会爆，有可能啊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容量，这是270微法的。我们选择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一模一样大的容量，我们选择比这个稍微大一点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些呢就是电容更换的方法以及它的正负极的区分方法。